您好，我是有为，今天要来分享寒落晚霞在我家的美丽与哀愁。如果寒落晚霞养不好，那我们来种晚霞胶种也很好哦。原本我是想要做一个1年的记录，没想到就变成了回忆录啊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晚霞、凯特、蓝光合称多肉3星。那我们在虾皮只要打其中一个品项，其他2个一定会接连的出现。蓝光到现在我都没有买过。在我家呢，晚霞比凯特还好养一点，因为颜色真的是很鲜很美，到现在都还是很热门的品种。也有蛮多拿晚霞去浇种的品种，也都算是健壮好养的。比如说我有的这颗晚霞胶种，这个市面上其实也很多了啦，但找不到它的交配室，所以带大家来看看它的特性。它的叶瓣呢会比较宽一点，带一点点的波浪卷边，虽然也可以淋雨，不过也是需要适时的杀菌。这一颗呢是寒落进口的晚霞，是在前年的雅兰玉购买的。那时候我还没有认真的做影片，也算是养了接近3年哦。然后去年有一颗海葵台风，其实蛮大的，瞬间阵风15级就把我的花架全部都吹倒，它居然没有事情了。我在今年的4月动手砍头，然后想着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多头的形态呢？那应该会很好看吧，应该可以显白吧。那这是刚砍完的样子，不过这个头呢隔几周就黑掉了。母猪上面因为有茎干的养分供应，它就慢慢的有长起来，以每一周显著的成长速度慢慢的长大。刚切完的第1周是4月19号，伤口干燥以后要出芽的地方会有增生的疤痕组织。切完第2周4月26号就冒了新芽。切完的第3周是5月4号，新芽看起来其实蛮多的，不少哦。那这个是第4周。越来越大颗了，那大家会疏芽吗？疏芽就是只留几颗这样子，然后让它好好的努力长大。我这一次就让它自己的去淘汰，茎的上面挤好多小芽哦。到了5月30号，长了2个大头，而且底下还在长哦。在春天砍肉，好好的照顾，给肥杀菌，好像也可以成功呢。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夏季了。6月7号，枯叶就把它们清一清，第3个大头也明显的在成长。茎干很粗，有好好的保存养分跟提供养分。6月28号就拔掉了最后一片母猪的枯叶，接下来就要看这3个头自己长大喽。然后就7月28了，这是最后的影片。经过一个忙碌的暑假，我的寒落晚霞没了。就像之前说的，这是懒惰的原因啦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今年再来看看有没有得买。它其实真的还蛮好养、蛮好顾的，难度我觉得没有很高。那你只要环境足够通风，那阳光很好的地方，应该都能养好哦。如果你的晚霞也养不活的话呢，那我介绍我这颗被架子压扁还仍然很美的晚霞胶种。去年的9月5号，它被倒下来的架子压扁，那时候蛮幸运的，中间的这个叶心损伤不大，整理完月以后呢，就长回来了一点点。11月14号开始，天气就有明显的温差了，变成了漂亮的粉红色。虽然叶子跟晚霞不一样，不过一样有粉红边边的这个特性。12月16号已经完全恢复，叶心绿绿的，是因为放在层架的第2层，光比较少，我想要让它好好的长叶子，不要花力气去显色。好
像不太对。接着2个月以后呢，跨了一个年度的2个月以后，这个状态呢，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状态。一个带着粉红边边的花椰菜，我把它换到了高盆里面。那因为找不到更适合它的盆，现在想一想，我其实应该换到5寸，就不要再大了比较好，那样才会一直是一个叶子饱满的状态。再过了2个月，很明显的，它很努力的想要塞满这个盆呢，长得也太快了吧！不过这个盆的坏处就是它那个深度太深了，其实它不适合拿来种多肉啊。我其实是找不到其他的盆，然后再过了1个月，它的头太重了，一直晃。从夏天开始呢，它就一直抽花芽要开花。多肉植物在夏天就是一直在开花，真的好大颗哦！这个花芽都可以另外再叶敷诶，不过我拔下来的都因为太热被我晒干了。然后到了7月，这个冠幅比盆大太多了吧？那夏天所以很绿啊，一直抽花芽就更丑了。接着呢，就到了9月，它还是在开花，不要那么想开花啦。又经过了一颗台风，然后跟疯狂的下雨，没有阳光，所以形态不包了，越来越开。它的茎呢，现在比50块的硬币还粗了，也从生长点开始有冒出小芽，然后有一点点的上面这边的茎呢，有一点点遭到病菌的侵害，不过它自己跟病菌对抗，就有成功的活了下来。植物真的好厉害。那么这就是我养了晚霞跟晚霞交种这1年来的心得。总结一下，其实晚霞是多肉3星里面比较好养的啦，都可以长到很大。那很会生宝宝，露养也 OK 哦。不过你就要适时的杀菌，叶片呢，如果有掉的话呢，就是有状况。平常它真的不太容易掉叶子的。今天就到这边咯，祝大家接下来的秋冬季都买到自己喜欢的多肉。我也开始在买啦。我是有薇，拜拜。